上集说到安心重启228枪击案，来到了小鹿失踪的丽水县，这里也是案件受害人王丽的老家。据王丽所说，当年她从丽水县调到金海市，是赵立东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所有人都默认他是赵立东的人。彼时，供电局副局长的职位一直空缺，杨建当时年富力强且资历更深，可以说是副局长的不二人选。但赵立东却话里话外表示这个职位非他王丽莫属，于是王丽便在赵立东的支持下和杨建竞争这一职位。没过多久，高启强就找到了王丽，拿出一笔钱，希望他能退出副局长竞选并离开金海。由此可见，高启强就是杨建背后的人。这些年，高启强回馈赵立东的远比他给自己的多，但赵立东此人胃口极大，两人之间的嫌隙自不必说。于是高启强便想借这次机会脱离赵立东的掌控，扶持栽培自己的势力。王丽当年还是个愣头青，他拒绝了高启强的钱和他的提议，高启强便让他好好考虑一下，打听打听谭思妍的下场，到时候再做决定。高启强离开后，王丽心里没底，便将此事告知了王秘书。隔天，王秘书便叫王丽一起吃饭，表示会在饭局上杀高启强的气焰。此事过后，高启强没了动静，王丽也通过了选举。就在任命通知下达的前夕，王丽当街遭遇了持枪抢劫。王丽这回被吓破了胆，即使赵立东表示会给他撑腰，却还是选择提出辞职。连有靠山的当事人都选择打掉牙往肚子里咽，小鹿却始终不愿意和这些人同流合污。他知道面对的是什么，但就是要迎难而上。228枪击案被重启，当事人王丽被问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此事直接牵扯赵立东，这老狐狸是真的坐不住了。他给一个神秘人打去电话，让他尽快解决王丽这个麻烦。得到王丽的供词后，指导组开始着手调查赵立东，却被这老油条躲了过去。赵立东马不停蹄来找黄延军，希望他能帮忙拿个主意。黄延军指点他不要再和老孟高启强窝里斗，要不传翻了大家都得完蛋。赵立东没把这话当回事，也幸亏他不听话，如若不然这三人要一直对抗指导组的话，还不一定是什么情形。赵立东吩咐王秘书在和指导组的谈话中，把矛头指向杨建，想将这把火引到老孟身上，还企图让高启强拿着钱离开金海，以免他落网后咬出自己。此时一艘渔船上，王丽被五花大绑塞在角落，一个男人正在搅拌水泥，他叫过仔，可以说是蒋天手下的阿莫，专门替他杀人。最后王丽的下场就是被封在水泥中，永远不见天日。指导组很快接到王丽失踪的消息，徐江和安心分析，背后之人应当不是高启强，他不会等到这个时候才下手，那么此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江水搅浑。这种情况下，指导组更要集中精力一查到底。指导组盯上女婿老孟，自然也有所耳闻，他希望杨建能给自己交个底。得知他确实早就和高启强及马涛有了利益往来后，便劝他早日自首。对于老孟的劝告，杨建犹豫不决。马涛带着一包毒品找到他，提出只要把这东西给安心喝下去，到时候就能趁专案组组长尿检阳性这个乱子跑路。但至于投毒的人选，最合适的无疑是孟玉。两人的对话悉数落入孟玉耳中，为了孩子和家，他答应给安心投毒。殊不知那个卖给马涛毒品的人已经被抓，并且供出这包所谓的毒品其实只是一包奶茶粉。安心想赌一把，看看孟玉会不会真的害自己。最后他赌赢了，孟玉将那包毒品倒在了自己的杯子里。此时杨建和马涛准备坐船离开，两人来到码头，一阵警笛声由远及近，二人很快就被警察团包围。杨建要求和徐忠谈话，徐忠马上赶到现场，他们需要杨建，需要他所知道的一切。徐忠朝杨建喊话，希望他能想想自己曾经当警察时那份初心，悬崖勒马，不要让自己陷得更深。还带来了杨建以前禁毒队的同事，打的就是心理战。所幸杨建也良心未泯，最终放弃抵抗，束手就擒。与此同时，老孟也下定了决心，和安心一起到纪委说明情况。鉴于自己对家人的失察，他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情况，也接受组织对自己的任何处分。杨建几人被捕后，指导组根据他们的口供，抓捕了67名涉案领导干部，但却没有找到高启强直接参与的证据。要想抓到他的把柄，重点还是在王丽的案子。另一边，高启强一家在福禄茶楼吃饭时突遭刺杀，小陈受伤严重，急需输血。医生告知众人他是罕见的熊猫血，在场的几人都束手无策。这不就巧了吗？又到安心贡献的时候了。他虽是高启强的对手，但也实打实是这家人的救世主。经过警方调查，此次刺杀高启强一家的嫌疑人被暂定为蒋天，但安心却认为这是高启强自导自演的一出苦肉计，目的就是扰乱指导组的侦查方向，顺势敲打对手，让他们不敢轻易对自己下手。和指导组有一样想法的就是赵立东和蒋天，他们认为高启强这样做就是逼两人出来见面。虽然《孙子兵法》里有苦肉计，但高启强这一脸懵的状态还真挺有迷惑性的。这两个香港杀手到底是不是他安排的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高启强未免太心狠手辣，是不是除了弟弟妹妹，所有人他都可以拿来利用呢？这个坑我们下集再埋。但因为这次的事件，三人总算久违地坐在了一起。高启强和蒋天两人互相看不顺眼，一个拍桌子，一个上腿。
赵立东急得恨不得跳上桌。高启强表示，与其想着除掉自己，不如先搞定指导组。蒋天没有意见，二人想让赵立东拿个主意。三只老狐狸不知道又想出了什么馊主意。很快，远在临广市的徐忠家人就收到了一个从清华区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一匹很重的木雕马。与此同时，临江省政法委收到了一封举报信，内容直指徐忠驻扎京海期间贪污受贿巨额财产一事，具体款项、金额、时间、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。那匹木雕马的肚子里也发现了大量的黄金。好家伙，要不是我们有观众视角，还真就信了这个邪。这显然是赵立东那帮人的诬陷。省委很快通知徐忠撤出指导组接受调查。徐忠生了3秒钟的气，然后很快就想通了，自己被陷害，说明对方彻底急了。对方为什么急？说明指导组已经打到了他们的痛处。他嘱咐几则不要被干扰，带着组员们继续调查，自己坦然回省接受调查。回到临江，徐忠第一时间面见了省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。何黎明建议徐忠在调查程序启动前尽快结案，以此摆脱眼前的困境。此话一出，我们不得不怀疑这老何会不会就是赵立东背后那个更大的保护伞。对于这个提议，徐忠自然是严词拒绝。举报他的人打的就是这个主意，自己岂能如他们所愿？为今之计就是配合调查，争取早日返回京海。支走了徐忠，赵立东这边总算能松口气。他转而将矛头指向高启强，由王秘书出面和蒋天合谋，尽快处理掉高启强。高启强的《孙子兵法》没白读，他用小脑想都知道，举报徐忠最多只能拖延一点时间。两人是想趁机对付自己，高启强自然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，他要让蒋天先闭上嘴。然而还没等他行动，高启兰和小陈就在医院失踪。最后见过他们的是去送饭的瑶瑶。高启强用尽手段都没任何线索，于是他便打电话寻求安心的帮助，这就叫有困难找警察。蒋天这边也得知了高启兰估值失踪一事，不得不说这些大佬们的情报网效率真的很高。为了能在和高启强的对峙中占有优势，蒋天找来过子，让他在高启强之前找到这二人，也好拿捏高启强。这如意算盘虽然打得好，但可惜对手是高启强。还没等过载传来消息，蒋天妻儿就被绑走。高启强以此作为要挟，逼蒋天到市政府门口自杀，还要他留下一封谴责指导组所绘的遗书，到时候舆论四起，百姓不满，指导组如何堵得住悠悠众口？这招实在高明，也实在歹毒。想想20几年前，他还是个被人围殴自身难保的鱼贩子，如今已然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生死攸关之际，蒋天向指导组寻求帮助，并且承认是自己污蔑举报徐忠。指导组迅速将此事同步省公安厅，省公安厅第一时间联系了香港警方，香港警方则快速锁定了歹徒关押人质的地方。几乎是在蒋天妻儿被解救的同时，蒋天跳楼自杀，他不敢拿妻儿的命赌。很快，警方通过多方调查取证，证实了徐忠确实是被诬陷，这一切都是蒋天自导自演。这下徐忠得以洗清冤屈，重回指导组。但得知这一消息的何黎明却变了脸色，难道他真的就是赵立东背后的终极保护伞吗？我们下集再接着看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剧值得您完整体验。